说X.5的角色备受争议，被看不懂，几乎是原神的惯例。理解X.5的角色或者看不懂的角色需要一些想象力，所以本期是分析千之设计逻辑和宏观环境后的一个脑洞，脚踏实地的强度党可以划走了，充满想象力的玩家呢可以留下来使用。天虹零落。千之在广大玩家眼里的判断是数值管够，机制落后，这一点呢，我和各位的看法在当下版本是大致类似的。但不同的是，对于千之的切人，我有绝妙的想法。我们知道千之在定位上是速切接力角色，如果只是这样，那么意义切人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快速的切到下一位角色，然后快速的进入到战斗吗？这和手动切人有什么区别呢？对战局又有什么影响呢？好像都没有，对吧？但其实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千之可以空中切人。哦，原来千之可以空中切人啊，那又怎样呢？那我们进一步的拆解一下这个动作，可以分为飞天、切人、下落攻击。当我们把一个动作拆分为3个动作的时候，就可以做进一步的合理化猜想。飞天代表了一个角色能够离开地面，离开地面在提瓦特的战斗中是比较稀有的能力。目前能够稳定较大幅度离开地面的角色有温迪、钟离、阿贝多、金盆、克勤、叶天帝、伞兵、海哥、纳西达、佳明、千之、咸鱼妈。那么离开地面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要离开地面呢？在战斗中无非是伤害来自地面，所以要躲避，或者是在空中作战，我存在优势，这就是离开地面这个行为合理化后的结论。然后是切人，切人在战斗中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打出更高的伤害嘛。不管是速切还是3拐1还是挂元素，最终切人是需要有收益的，如果没有收益，那还不如不切。那么在空中切人是千之独一份的技能，空中切人有什么用呢？除了上面提到的飞天能躲开地面的攻击，剩下的就是让队友展开下落攻击了嘛。然而当下有什么角色被千之切出来以后打下落攻击能给战斗带来额外收益呢？显然是没有的。自己能打下落攻击的角色不需要，想打下落攻击的角色呢，去找闲云，收益是更大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千之的下落攻击并不是为了现有角色准备的，而作为一个灵命刚需岩造物的岩元素角色，想要让千之切人打下落攻击存在收益，切出来的角色除了下落攻击伤害高，还要对战斗产生其他的作用。那如果说有一个角色下落攻击时，除了造成本身下落攻击的伤害外，还能震颤大地，与场上已存在的岩造物形成共鸣伤害，没有岩造物的时候能创造岩造物，那么此时千之空中切人的收益就变成了让角色打出高额伤害，并能够快速的在场地上额外创造一个秀，这样一来收益就变大了嘛。而我们来到岩元素中，找找能够创造岩造物的角色，发现除了凝光和一斗的岩造物无法攀爬，另外2个偏向后台辅助副 C 的钟离和阿贝多，他俩的岩造物都能够离开地面，然后进行下落攻击。到了这里，我们又合理化了空中切人和下落攻击的行为。所以通过千之空中切人的设计，我们脑洞出了2种情况，一种是未来会设计地面系的高额伤害环境，一种是未来存在某位利用岩造物打伤害的角色。那实际上地面系的伤害枫丹有很多嘛，比如火螃蟹和雷海马都是针对种子进行的克制。枫丹的机械造成的地震波，如果玩家不开盾或者不带奶，就需要起跳去躲避。所以如果我们未来设计个原模，它和火使徒一样会丢出炉心，这个炉心打它就会延迟1秒爆炸，造成地面系的大范围高额伤害，对角色造成2万点伤害，对原模呢造成5万点伤害。这个时候 AOE 持续输出的角色容易用技能蹭到炉心，优点是不用刻意的去攻击，缺点呢是持续输出的角色在没有盾的情况下容易受到高额的伤害，而我们利用千之或者对单的角色就能在自己准备好的情况下攻击炉心，然后起飞躲避伤害。那像这样的设计，我们之前提到过能够离开地面的角色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技能特点再度发挥作用。当然这是脑洞的脑洞，是对玩法的想象。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拒绝一成不变的比数值比伤害的战斗模式，把环境、原模、角色3者相结合，让原神的战斗变得更复杂，不是一味的思考进攻，而是加入策略，这样乐趣才会更大。想想看，如果玩家只是一味的去追捧素质更高、打得更轻松的角色，把轻松无脑的战斗环境称为好玩，那么这和换皮数值游戏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十分希望原神的战斗能多一些机制上的针对，不管是在大世界还是在深渊，在数值的玩法中加入运营的玩法，在爽快和策略上做更好的平衡。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千之设计引申出来的脑洞分享，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